他被恶毒亲奶奶抛弃无数次，每一次都会出现这两个人，只为了帮他找到一个真正需要他的人。小妹妹，你等下就沿着这条路走，会有一个好心的老奶奶把你带回家。谢谢你，你们俩还怪好的呢。说完，小奶娃就朝着山下走去。这小娃娃总感觉不简单呢。原来小奶娃是21世纪的杰出道士，一次意外穿越到了古代小萌娃的身上，只因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收养他的人都认为是不祥之人，每每被收养，每每被丢弃。肚子好饿，也不知道无常说收养我的人在哪里。刘嫂子，现在这野菜也真是越来越难挖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以后这日子可咋办哦？我看这天导向是要下雨了，下一场雨，地里收成总能好些，就是野菜都能多挖点。咦，前面有人说话，该不会又是什么脏东西吧？我要躲起来。有脏东西，是个丫头。死丫头片子可吓死我了，差点以为看到自己太奶了。你好，是个衍生的，怕不是咱们村的娃娃。小丫头，你家离这远不远？还记不记得回去的路呀？我们也有家呀。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婉月呀。那小丫头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家，给奶奶当孙女呢？柳君兰看小丫头不仅脸长得好看，就连声音也是又甜又软，跟春天的蜂蜜似的，于是想着带回去收养。而林婉月也不得不承认现实，眼下的状况很明显，她肯定是没办法回到自己买的大别墅，重新过回她那吃喝不愁的好日子。你家里都有4个孙子了，还养这么个小丫头片子干啥？柳君兰可是村里头不少女人羡慕的对象，儿子听话，儿媳妇也懂事，还一口气给她生了4个孙子。柳君兰可想有一个孙女了。爬开，我跟小丫头说话呢，有你啥事儿啊？看着眼前的小丫头，是瘦了点，脏了点，但是长得很可爱，柳君兰别提有多喜欢了。小丫头跟奶奶走，好不好呀？这老太婆该不会有脏东西缠身吧？别人都不要的赔钱货，她倒好往家里带。此时的林婉月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于是很快的做出了决定。奶奶，乖孙女，走跟奶奶回家。我的乖孙孙饿坏了吧？奶回去就给你弄吃的哈。不是，刘嫂子，你养这么个只会吃白饭的赔钱货，到底图啥啊？走开，别逼我在最快乐的时候扇你。少他娘的，一口一个赔钱货，你自己也是个女的，你赔了多少？柳君兰这会儿开心的厉害，走路都带风，野菜也不挖了，转身就回家去了。刚到家门口，林威明就看见自家老娘怀里抱着一团东西。娘哎，您可真是宝刀未老，这粉色兔子这么大。林威明准备去接兔子，兔子没看着，倒是看见一双大大的眼睛。这是个小奶娃娃啊！娘，你在哪里弄的小娃？我和雪芙还年轻，以后肯定会给您添个小孙女的。您还是赶紧把这孩子给人还回去吧，人家爹娘丢了孩子得多担心，咱们可不能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啊！滚！这是你老娘捡来的孙女，以后就是你女儿我的亲孙女了。不是，娘你可别瞎说了，这么好的小姑娘，谁家能舍得丢了？咱们还是赶紧给人送回去吧。中原，来，把你妹妹抱着。奶奶，别怕哈，等奶奶收拾了你爹，就给你弄吃的。不是，为啥要收拾我啊？因为你不承认她是你亲闺女。今年10岁的林中原一脸茫然的接过瘦小的小奶娃。哇，妹妹长得可真好看。听说有妹妹，几兄弟一下就凑了过来。奶奶，妹妹身上怎么是臭的？奶奶，是不是从茅房里捡的呀？你们俩礼貌吗？娘，这突然间多了一个女儿，我怎么跟雪芙说啊？没用玩意儿，就老实跟你媳妇说，不然还能是从你肚里爬出来的不成？柳君兰说完，儿媳妇笑着走了出来。娘，夫君，你们这是在说啥？那个雪芙，你不是一直也想要个闺女吗？娘看着孩子挺乖巧，就给带回来了。你看，雪芙啊，我是看这孩子实在可怜，天又黑了，一个人在乱葬岗附近，指定是被爹娘给丢了的。这不赶巧给我遇上了，也是个缘分。我就寻思着也给子涵、子秋他们添个妹妹。4兄弟果然一个个心领神会。是，娘，你早就答应我们要生妹妹的。就是，让我们养妹妹吧。虽然妹妹臭臭的，但是我们不嫌弃呀。好，养妹妹。娘，不知道这孩子有名字吗？有的，我叫林婉月。好孩子，你也姓林，以后我看就叫你婉婉吧。好呀，娘，我姓婉婉。娘，身上痒，肚子饿。灶台上温了水，雪芙先去给婉婉洗洗吧，一会洗完吃饭。来，婉婉，我们去洗澡好不好呀？好的，娘。娘，我们也可以和妹妹一起洗吗？想啥呢？当然不可以了，你们去院子里用凉水冲一冲就行了，记着，水省着点用。
被抛弃的孩子，他想都不想，直接就抱回了家。殊不知，这孩子是带着超级大别墅穿越过来的。他不仅可以让家人谈天话题，还可以让点点爱心的伙伴赚得盆满钵满。续接上集，澡房里，雪芙想帮林婉月换衣服洗澡，可遭到婉婉的拒绝。娘，我自己洗。你还小呢，娘帮你洗，能洗得干净点，洗完就能吃饭了。娘，我要自己洗。看着萌萌哒的女儿，雪芙只觉得自己的心都化，软成一片，哪里还有不答应的？好吧，要是不好洗就叫娘。等到雪芙出去后，林婉月坐在小木盆里，心里忍不住想起了她的大别墅，温暖的水漫过皮肤。林婉月猛地睁开眼睛，这是游泳池，难道我又回来了？林婉月高兴从泳池起来，看着自己的身体，我的身体怎么还是这么小啊？林婉月坐在别墅院内，脸色复杂。她知道她是穿越了，而且是带着别墅一起穿越了。她走到自己的零食货架上，拿出一盒薯片吃了起来。刚拿走，那空出来的位置就自动补上去了。居然还有这种好事！随后她进房间看了一下，发现师傅给的符箓都在。走到后院，发现多了一处小池塘。难道这就是灵泉水吗？婉婉，你洗好没有？林婉月一惊，周围的景物一晃，人又回到了小木盆里。娘，洗好呢。雪芙将林子秋小时候的衣服改了改，拿了进来给林婉月换洗。看见洗干净的婉婉，顿时一阵心疼。这么乖巧的孩子，他爹娘竟然也舍得丢。娘，你手上拿的这些什么东西呀？这是你四哥原先的衣裳，你先将就着穿，等明个我再给你改几件出来。不穿，我又不是真的小孩子，怎么能穿开裆裤呢？开裤，婉婉不穿。最终在雪芙东拼西凑下，还是给婉婉弄了一套像样的衣服。哇，妹妹真好看。是呀，妹妹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？他们不知道，这是婉婉在自己别墅内用的21世纪的沐浴露。一家8口人的饭桌上基本上都是绿色，野菜倒是占了一大半，每个人面前都摆了一碗杂米饭。但为了迎接林婉月，奶奶大哥抓的几只小田鼠做成了汤，还特意做了蛋饼，一家人温馨的吃起来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吃完饭，一家人准备睡觉，可这时他们都抢着要跟妹妹一起睡。奶奶的床这么小，你们俩要是挤过来，那妹妹睡在哪里？那大哥和二哥去爹娘房间睡，我们陪着奶奶和妹妹不就行了？你们俩是不是想被我挂在墙上？他的年纪虽然比大哥还小上2岁，可是长得格外的壮实，虎头虎脑的，比村里同龄的小孩都要高大结实。在欢声笑语中，奶奶带着5个孩子睡下了，而此时的婉婉心里却想着其他的事情。爹娘和哥哥都是好人，就是老天爷不下雨，家里实在是太穷了，我要想办法帮帮他们才好。翌日，奶奶带着大哥跟婉婉去村口的老井打水，刚到就听见村里人议论纷纷。刘嫂子究竟是咋想的呀？他们家都有7口人了，居然还捡个小丫头骗子回去。可不咋地，这闺女捡回去也顶立不了香火，就是个赔钱货。依我看，莫不是为了当童养媳吧？这一想法立刻打开了大家的思路，议论的声音越发嘈杂了起来，都觉得这说法有道理。柳君兰家里有4个孙子，那将来要是娶媳妇儿的话，可不容易。我可不管他们家是什么心思，他们家7口人，本来就人多，现在又多一张嘴，那这打的水可怎么算？宁安村的李正为人公正，不论男女老幼，每个人用水都是定量一样多。此言一出，刚才还聊得火热的女人们都一下子静默了。哎呦，刘嫂子，你还真捡了个赔钱货回去啊？柳君兰听见赔钱货这3个字就觉得刺耳。我捡的是孙女，不是赔钱货。那好，别的咱们就不说了，但是这用水的事儿，你可得好好说道说道。咱们这井里的水可是给咱们村里人分的，本来就没多少，你还捡个小丫头回去，岂不是占了我们村里人的水？这你可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啊！村里的水是老天爷给的，又不是你给的，我救人一命，还要给你一个说法。刘嫂子，那你这么说，可就是非要抢我们村的水来养那个小赔钱货了。此时的张翠红有些心虚，毕竟这件事情是因自己谈论而起，于是就想着帮忙劝2句。你们都别吵了，这事还是得让李正给咱们说句公道话。这时李正走了过来，打听了一番发生什么事后，便说道：你们也别生气，我看柳家做的是对的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而且一个3岁小娃子能用得了多少水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李正，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？多一个人的用量，这井里的水肯定少1分啊！要是那小丫头用水真的少，那就让他们家自己出得了，别多打咱们村里的水。是啊，凭什么他们家救人7级浮屠，却让我们村里人来出水？忽然天空
雨是雨，下雨了，老天爷开眼，终于下雨了。老天爷开恩，田里的庄稼终于有救了。众人看到下雨，也不再说什么水不水的事情了，纷纷跑回家去。婉婉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，刚来到这里，老天就下起了雨。雨一连下了几天，天刚晴，奶奶就要带着一家人出去田里看一看。老二，走，咱们去田里看看。奶奶，我也要去，咱们多种些粮食出来，把妹妹养得白白胖胖的，跟猪仔一样壮实。闭嘴，小兔崽子，不许说你妹妹是猪，快跟我走。奶奶走后，婉婉坐在凳子上发呆。妹妹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是啊，妹妹，我们带你去山上摘野果子吃吧。上山，这个好啊！我正愁不知道怎么从空间拿东西出来呢。你们俩要摘果子，自己去就是了。妹妹还小，爬不了山的。娘，要去，我要跟蝈蝈们一起去。那好吧，老三老四，你们可得好好带着妹妹。刚下了雨，山上路滑，你们两个可小心点，别叫妹妹摔跤了。两人各自拿了自己的小背篓，牵着妹妹一只小手，不一会就到了山上。雨后的林子里，长得最快的莫过于枯树落叶下面的菌菇。老三老四不停地搜寻着，不一会三个人的位置相差的有点远。婉婉看他们两个离得稍微远了点，一念之间就进入了空间。等老三老四返回来的时候，傻眼了。三哥，妹妹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刚才我往那边去了，妹妹没有跟着我。两个人一下就傻眼了，才一小会功夫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妹妹会不会被拍花子弄走了？这下回去要被奶奶打死了。娃第一次跟着哥哥上山，竟然就凭空消失了。再次出现时，怀了竟然抱着10几个鸡蛋，哥哥们顿时都吓傻了。三哥，妹妹真不见了。蝈蝈，我在这里呀。妹妹，你是跑哪里去了？可把我们吓死了。蝈蝈，刚才我听到那边有鸡叫的声音，就跑过去看看。你看我捡了很多的鸡蛋，今天就是端午节了，我们要鸡蛋蛋，也祝手机前的哥哥姐姐端午节安康哦。这都是妹妹捡来的，妹妹你太厉害了。妹妹，下次你要去哪里？要跟我们先讲一下，我跟你四哥多急死了。好的。三锅四锅，我们回家吧。就这样，两个哥哥，一个背着妹妹，一个背着鸡蛋，就往家里走。可就在走到一半时，婉婉就又看见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前面那是什么？一团黑影子，估计又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。不管了，只要不伤害哥哥就可以了。一回到家里，林子秋就忍不住的抱着鸡蛋到娘亲面前献宝。娘亲，你看，这是妹妹捡到的，好多好多鸡蛋呢，都够咱们家吃好久了。林家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，都在院子里散养了几只母鸡，但平日里母鸡下的鸡蛋是不拿来吃的，这是一家子难得有的景象。总要等到赶集的时候，拿去换些针头线和盐回来。雪芙一听有鸡蛋，立马走过去，一看这么多鸡蛋，吓了一跳。这么多鸡蛋，这是从哪里捡来的？雪芙温柔的脸上难得露出几分严肃的神色，盯着林子秋问道：“你们是不是去偷了别人家的鸡蛋？看我不打死你！”娘，我们没有偷东西，是妹妹在草堆里发现的。雪芙咬着牙，心里头只觉火气直冒。别往你妹妹身上扯，你给我老实说清楚，究竟是从谁家摸的鸡蛋？10几个鸡蛋可不是小数目了。娘，你别打蝈蝈们，这些蛋蛋真是婉婉在草丛里发现的。婉婉捡的蛋蛋都给娘亲吃，娘亲不生气好不好？蝈蝈别怕，娘亲可温柔了，不会打你们的。一通事实的陈述跟一通彩虹屁，雪芙里面心就软了。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怎么舍得打？好，娘不打哥哥，不过婉婉下次再看到鸡蛋就叫娘，婉婉不要再捡了好不好呀？好的，娘我记到了。晚饭吃的还是野菜炒野菜。林婉月和4个哥哥都有些失望，明明有那么多鸡蛋，娘亲怎么一个都没弄呢？林威明和柳君兰回来的晚，看见几个孩子这样一副不高兴的样子，尤其是婉婉，那漂亮的小嘴撅的都能挂起小油壶了。婉婉，这是怎么了？奶奶，我想吃蛋蛋。林婉月想自己好不容易从空间拿出的鸡蛋，想到雪芙竟然一个都不做，自己3岁的身体怎么承受得住一点营养都没有呢？柳君兰脸上的笑容带了几分勉强，刚想解释说家里不是每天都能吃得起鸡蛋，林子涵、林子秋2个就已经抢着把妹妹捡了许多鸡蛋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既然鸡蛋都是他们捡回来的，那就该煮给他们兄妹吃。我只是担心那鸡蛋怕是有煮的，若是吃了被人发觉找了过来，该如何是好？没事，吃谁也不知道
鸡蛋是我们捡了。再说了，在山上捡的鸡蛋又不是偷窃，你怕什么？娃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需要营养，特别是婉婉这么瘦小，更需要营养补充。好的，娘，我这就去煮。一听有鸡蛋吃，林威明也来劲了。娘，我也要吃鸡蛋。滚，跟你闺女儿子抢鸡蛋吃，你也好意思？不一会雪芙就把鸡蛋煮好了，每个人都分到一个大大的鸡蛋，一家人开心的吃了起来。不一会，桌子上的菜跟鸡蛋就一扫而空。婉婉，鸡蛋好吃吗？奶奶，鸡蛋蛋好吃呀。那婉婉吃饱了没有呀？奶奶，我吃饱啦。宁安村的村口有一处比较大的草坪，平时村里的孩子没事都来这里玩。林子秋和林子涵练完字，也带着妹妹一起来到这里玩。林子涵，这就是被你奶奶捡回去的妹妹呀！你妹妹长得真好看。很快，一群小朋友听说有新朋友，一拥蜂的围了过来。你妹妹真可爱，我好想摸一下她的脸蛋呀！我也想摸一摸，她头上的花花真好看，要是我娘也能给我做一个就好了。林子涵和林子秋听见这些话，心里得意。自己可爱的妹妹怎么能让你们碰呢？当然不行了，你们的手这么脏，万一把我妹妹弄脏了可怎么办？对，看看你们那个脏兮兮的样子，要是把我妹妹弄脏了，我奶奶可要打死我们俩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娘说了，也就只有你们家会捡破烂，一个赔钱货也捡回去。子秋子涵现在正宠的妹妹不得了，尤其是昨晚和今早上都吃到了妹妹捡的鸡蛋之后，越发觉得妹妹就是他们家的小福星。现在这会儿听见王虎挑衅的话，哪里还能忍得住？你娘才是个赔钱货！说完就扑了过去，两个人就滚打起来。看着自己的妹妹被骂，哥哥又在打架，在一旁的四哥可忍不住了，抡起拳头就扑了上来。于是三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。你们别打了，我快不要打架了。林婉月皱着小眉头，也想要上去帮忙，但自己这小身板去了，也只有天忘的鬼。于是他左看右看，突然一声阴冷的笑声出现：还给我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还给我，那是我的东西。诡异而虚无缥缈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似乎还夹杂着一阵阴风。林婉月眯了眯眼，昨天在林子里见过的那个黑色影子，现在竟然在大白天出现了，而且不在别处，就正好飘在王虎的身后。黑色影子狰狞着一张脸，身上笼罩着淡淡的烟雾气息，逐渐弥漫着，沾染上了王虎。林婉月并不想管王虎和那个黑影之间的恩怨情仇，但她担心刚刚和王虎打架的两个哥哥会不会也沾上这种不祥的气息。你再打我蝈蝈，我就去告诉李正爷爷。告爹娘王虎是半点都不怕的，但若是告诉李正爷爷，李正爷爷可不会惯着他。哼，死丫头就知道告状。林婉月盯着他离开的方向，那道黑色的影子果然跟在了王虎的身后。刚没走多远，王虎就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。哎呦，是谁干的？大家纷纷扭头去看，在王虎摔跤的旁边有一尖尖的石头，只差一点就压上去了。很显然，这个黑影是想要王虎的命，而王虎并没有发现这一点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气急败坏，指着聚在前面一块玩的林子涵、林子秋和林婉月三个破口骂道：肯定是你们三个，尤其是那个小贱人，刚才就说要去告状，现在就故意推我。王虎，你不要不讲理，我妹妹那么小一个人，隔你那么远，怎么可能会推你啊？明明是你自己不长眼摔倒的。没错，我们所有人都看着呢，就是你自己摔的，还想诬赖我们。对呀，我们没有看见有人过去啊。可恶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我告诉爹娘去。妹妹，别理他。身怀异能的小奶娃被恶毒奶奶无情的抛弃，却被9代生男的奶奶捡回家。殊不知从此以后，大哥考上状元，2哥当上将军，3哥成为富商，4哥成为了神医，续接上级。子秋跟子涵带着妹妹刚回家，就听见外面的敲门声。姓林的，开门，快给我开门！柳君兰听出来这是王家媳妇赵春娘的声音，但是不知道她跑到自家来发什么癫。你们这是发什么疯？发疯？我看你们家才发疯了呢！为了一个拖油瓶赔钱货，你们家那2个该死的老3老4，居然敢欺负到我们家王虎头上！你看看我儿子被他们推到摔成啥样了，中午一回来就发烧，赶紧拿钱送我儿子去医馆。柳君兰默默攥紧了拳头，赵春娘嘴巴里不干不净的话骂的实在是太难听。正在厨房做饭的雪芙听到这边的声音，也拎了铁勺走了过来。赵婶子这话未免就太胡扯了些吧？你家儿子生病，怎么就能赖到我闺女儿子身上了？依我看，怕不是你家的风水就养不大孩子，这才满口胡气想赖到我家吧？王虎是赵春娘和王大柱唯一的儿子，夫妻2个可是把他当宝贝，养得又胖又壮的。你这小贱蹄子敢胡扯，老娘要撕烂你的嘴！我儿子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会养不大？
冷静下来了吗？你好好跟我说话，我们林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被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把赵春娘整个人都打懵了。老三老四，你们俩说说是怎么回事？娘绝对不会因为旁人不讲理而污蔑你们。娘，我们才没有推他。是啊，娘，我和三哥上午的时候带着妹妹去玩，他开口骂妹妹是赔钱货，所以我们打了一架。可是我们并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摔倒的，磕到了头。当时大家都是看到了的，我们还被他打了好几下呢。赵春娘一听见这话，像是抓到了什么证据一样，脱口就说：好啊，你们以多欺少，欺负我们家王虎，这下我可饶不了你们。老三老四，你们两个也太没用了吧！以后再有打架的事情，还是叫我来。二哥壮士，以后多叫你来。林中原见几个弟弟还真是一副准备随时打架的样子，忍不住开口道：不要随便跟人打架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当以理服人。大哥，倘若有人骂妹妹是个赔钱货呢，那又该当如何？这还用问？那就弄死他。娘，真不系我跟蝈蝈推的，他现在这样，完全是因为他身上有脏东西造成的。赵春娘本来就是一肚子的气，听见婉婉这样诅咒自己的儿子，气就更不打一处来。你个小赔钱货，瞎扯什么？我儿子只是发了热，吃个药就会好了。他系不系拿了别人的东西，要还给人家？你才偷东西呢！我儿子那么乖，他说着说着，赵春娘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她突然想起来了，前2天她儿子的确拿了1只金的长命锁回来，反面还刻了个名字，好像叫啥丁太平。赵春娘看是个好东西，便帮着儿子带在了身上。喜人身上的东西不能拿，要快点还给人家呢。你这么个小丫头片子，该不会是胡扯的吧？你要是不相信我们家婉婉，还不赶紧带着你家王虎去医馆？要是再晚些，怕是要烧成个傻子。取下来，坏，就是他身上那把金锁，再晚就会没命的。好，我这就取下来。王大柱赶紧从自己儿子脖子上把金锁取下来，脸上有些害怕，又有些沉重的冲赵春娘道：虎子有没有告诉你是在哪捡的？我好去还给人家。长命锁刚被取下来，王虎的状况就好了许多，脸色就通红起来。虎子醒了，虎子好了。赵春娘和王大柱夫妻两个欢喜的不得了。妹妹，那个脏东西该不会就在我们身边吧？是的，它就在上面。妹妹别怕，三哥会保护你的。小丫头别装了，我知道你看得见我。我没有装呀，我一直都能看见你，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家人就行。那这个玩意儿，我该往哪儿送呢？不用说，烧给他就好呢。之前还有几分将信将疑的王大柱和赵春娘，如今是把林婉月当成救命稻草一般，对他言听计从。婉婉，这些事情还是交给大人来办吧。若真是撞了脏东西，我就去请个道士来弄走便是。刘嫂子，你就让你孙女帮我家虎指看看吧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这一辈子都记着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柳君兰也不再计较，就是再不喜欢这个孩子，如果能帮，肯定也帮一下。婉婉有什么法子，让你爹去办就是了。奶奶，这个很简单，准备黄纸和红笔，还有陈年的腊肉，将东西摆放在案台上，一起烧了便是。小丫头，你还挺有本事，确实有点东西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和这个小子计较了。一会笼罩在王虎身上的黑色阴影便消失了，王虎脸上一下就好了。娘，我们怎么在这里？咦，这个赔钱货居然也在。住嘴，小兔崽子！爹，你干嘛打我？干嘛打你？若不是婉婉救了你，你已经洗了，以后再不可说他是赔钱货了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爹。此时的众人都很好奇，3岁大的娃娃竟懂得这个。婉婉，你是咋知道这些的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婉婉并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，于是就随便的敷衍了一句：大哥，我不击倒呀。看着自己儿子好了，王大柱就忍不住的说道：刘婶子，今天真的多谢你们了，东西你们帮我烧了吧，我家虎纸还发着烧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一家3口很快就跑了，生怕又被那只脏东西给盯上。娘，那这个长命锁咋办？东西就留给你们了，就当做是我的谢礼。他们家倒是会打如意算盘，一溜烟就跑了。这东西他们不敢要，难道我们家就敢要了吗？小丫头，你我有缘，这东西我就赠与你了。奶奶，那个叔叔说东西送给我了，奶奶可以拿去卖钱，买好多好吃的。原来婉婉是馋了呀，那过几日去集市上，奶奶就给婉婉买好吃。爹不要丢下我，嘿嘿，家。
坏爹，臭爹，等等我！妹妹，你真的能见到那个东西吗？那玩意长啥样子啊？会不会像戏台词里演的那样，舌头吐的老长了？三哥，你说的那是吊喜的吧？别的可没有这么长的舌头啊！而此时的大叔正飘在屋顶上，他们的对话全部都听见了，也跟着吐出舌头学了一下。有点难，不过我好像不是吊戏的。那东西丑丑的，一点都不好看，还细蝈蝈们好看。特么的，我哪里没有这几个毛小子好看了？真的呀，我也想看看。要是我能看见它，就能把那丑东西打得嗷嗷叫，绝对不让它靠近妹妹。婉婉，娘给你烧了热水，等会儿还是洗个澡吧，身上也舒坦些。好的，娘。雪芙知道林婉月喜欢自己一个人洗澡，送了热水进来后，马上就出去了。林婉月躺在温暖的热水中，从空间拿出了一包薯片。心情好的时候就喜欢吃点小零食。咦，这是何物？一个熟悉声音响起，林婉月被吓得在水里一抖。看见那个一点不正人君子大叔正在自己的小浴盆旁边，还伸手来碰他薯片。哼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急不急到这样很没有礼貌呢？我可惜在洗澡呀。丁太平不以为意，甚至十分不屑。不至于吧，你不就是个小屁孩吗？嘿嘿，你细想再试一次吗？特么的，威胁，赤裸裸的威胁。丁太平讪笑了2声，视线落在了他手上的薯片上面，然后迅速的拿了一块吃了起来。耶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居然这么好吃！小丫头，你这东西是从哪来的？还有没有了？婉婉其实心里清楚，这个东西并没有害人的心思，于是也没有理他，而他在一旁把婉婉的薯片吃了个精光。大叔，吃也吃完了，没什么事你就走吧，去你该去的地方。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，但现在却觉得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吃过，就不想走了。可婉婉并不惯着他，从手里拿出一张符箓。丁太平一看，顿时头皮发麻。丫头，我其实就是觉得你我有缘，想来见见你。不过这一片片的东西确实是好吃。说完，婉婉又从空间拿出一大堆的薯片。那这些给你，你拿去路上吃吧。丫头，太谢谢你了。不过吃了你的东西，我也没有钱买，倒是有一个值钱的东西，在你们尊后山的那棵老槐树底下，有一棵100年以上的人参，你去挖出来，少说也能卖个几10两银子。谢谢你，大叔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说完，丁太平就消失了。门外，娘亲呼唤的声音响起：“婉婉，你洗好了吗？要不要娘进来帮你洗？”洗好呢，娘。第二天，院子里兄妹都玩得不亦乐乎。大姑，你记不记得后山上老槐树在什么地方？后山老槐树，妹妹怎么会知道那里有老槐树？难道妹妹真能看见那些东西？妹妹，你要找老槐树干嘛？我也就去过一次，不过听村里的老人说那个地方有老虎的。问了一圈之后，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。看到爹爹正在捣鼓着弓箭，婉婉就走了过去。爹爹，你在干嘛呀？咦，爹，你这是弓箭吗？是呀，婉婉，爹这2天准备去山上打猎，弄点肉给婉婉吃，给你补补身体。爹地，带上我一起去，好不好呀？婉婉，你是不是想吃肉了？你放心，等我把弓箭修好，就去给你弄几只野兔子，叫娘烧给你吃好不好？不是的，爹爹，我不想吃肉，我想去找那棵很大的老槐树。林威明大大咧咧的，也没看出林婉月着急的样子。不行，你还太小了，要是给那野狼看见你，肯定会一口把你叼进窝里去，当小狼崽子养起来，那爹就没小闺女了，这可咋办？哼，我生气了，不理你了，爹爹好坏爹爹。婉婉说完就跑了，留下林威明一脸懵样的愣在那里。又过了几天，家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吃食了，林威明就想进山打猎。雪芙，我看我还是进山一趟吧，要是能打一个大点的，肉既能卖钱，又能给娃娃们吃顿好的，皮子还可以留下给婉婉做一身新衣服。可是山上危险呀。那也没办法呀，总不能让孩子们一点肉都吃不到吧。那你自己要当心着点。听着爹要去后山，婉婉大老远就跑来了。爹爹，带我一起去上山吧，我也能打怪兽。林威明抱起婉婉，别提多舍不得了，哪能带她去山上去折腾呢？婉婉乖，山上危险，万一碰到大虫子，就把婉婉抓走了哦。那以后爹就没有你这么可爱的宝宝了。婉婉在家里乖乖的，等晚上爹回来就给你做好吃的，好不好呀？哼，坏爹爹，臭爹爹，人家以后都不想理你了。老3老4，快过来带着妹妹一起玩，看好妹妹可别弄脏了，看不好我回来拿你们试问。不一会，林威明就带着家伙走了，剩下3兄妹在院子里玩。妹妹，是不是很无聊呀？要不要3哥带你去摘野果子吃，或者去河边抓泥鳅好不好呀？一听这话，婉婉灵机一动，顿时就想到了点子。
三锅四锅，我想睡觉了，你们去玩吧。哦，好吧，那妹妹去睡觉吧。刚好此时村里的其他伙伴就在院子外面叫：子秋、子涵，我们去河边抓泥鳅吧。听他们说，好多泥鳅呢。两兄弟一听，一溜烟的就跑了。看到哥哥们走了，婉婉观察了一下家里的情况，看到四下无人，从空间拿出了自己的滑板车。婉婉踏上滑板车，朝着爹爹的方向一路就狂奔，在半山腰的位置终于是追上了。而林威明也总感觉后面有人跟着似的，回头一看，没想带是自己的闺女。婉婉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我不是叫三哥四哥带你玩吗？爹爹，婉婉，我的乖女儿，不是跟你说了爹晚上就回来了吗？正在此时的林婉月眼珠子正乱转，他在想一个理由去骗林威明，不然两个哥哥就要挨揍了。爹爹，山上有大脑斧，爹爹会被大脑斧吃掉的。婉婉要来保护爹爹。那好吧，爹爹带婉婉一起上山。家里8口人却只有一碗米饭，无奈只能带着奶娃上山打猎。可女孩却只看了大树一眼，就轻轻松松赚了50两银子。嘿嘿，居然这么大，这个应该可以卖很多钱吧？被突如其来的东西转了一下，婉婉顿时两眼昏花，倒在地上。听到叫声的林威明赶紧走了过来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爹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突然跳出来转了我一下，爹爹痛。爹不痛，你放心。婉婉痛。哦，闺女是说自己痛，不怕。婉婉，回去叫你娘给你涂点膏药就好了。婉婉，你怀里抱的是什么？这个我不知道呀。林威明拿过一看，顿时就惊讶不已。这是人参，这么大的人参，婉婉，你是哪里弄的？就在他惊讶抬头之时，看到边上躺着一只大大的兔子。婉婉，刚才应该就是那只兔子转了你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兔子？足足有7、8斤。爹，兔撞我，婉婉痛，拿回去吃柚柚，吃兔子柚柚。好，我的宝贝真厉害，不仅弄到了兔子，还有人参，这下我们发财了。看看这么大的收获，林威明也不打猎了，直接一只手抱起婉婉，一只手提起兔子，高高兴兴的下山去了。而家里这边，奶奶回来后发现妹妹不在家，你们两个好好说，妹妹是咋弄丢的？林子涵哭的脸上都被冲出2道泪痕，哽咽着说道：妹妹说困了，想睡觉，我们就出去玩了。奶奶娘，你们别生气，弟弟们也是年纪还小，我和大哥肯定会把妹妹找回来的。妹妹年纪还小，你们2个怎么能把她一人丢在家里就跑出去玩？娘，您先别着急，婉婉向来乖巧，不会跑远的，我们再去找，肯定能把人找回来的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旁边就响起了林威明的声音：娘，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？谁惹你了？大家一看他怀里抱着的婉婉，顿时就明白了。还咋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上山打猎去，那么危险的地方，怎么还把婉婉带着出去了？你看老娘不打断你的腿！娘，我这冤枉啊！哪里是我带婉婉去的，是她自己在后面偷跟来的。你这么大个人说话也不动脑子，婉婉这么小，怎么跟得上你的？娘，你先别生气了，你看我们这一次有大收获呢。兔子莫名其妙转了一下婉婉，兔子就喜了。还有这人参是婉婉从山上捡到的。爹，那您自己打的猎物呢？哼，这真是个老六啊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这不是看天色晚了，就带着婉婉先回来。再说收获也不小啊，这么大的兔子够我们家吃好几顿了。奶奶，是婉婉自己要去的，不怪爹爹。奶奶您别生气呢，一会奶奶吃兔子柚柚。好，婉婉乖，奶奶抱抱。奶奶，乖宝宝，我们家婉婉简直就是福星，不仅弄到兔子，还捡到了这么大的人参。哼，看在婉婉的面子上，就先饶了你。下次再敢带我孙女上山，我可饶不了你。看把我孙女给折腾的。雪芙把兔子拿去炖了汤，也正好给婉婉补一补。谁让她不长眼，撞到婉婉头上。好啊，可以吃肉了。妹妹真是个福星。晚饭过后，雪芙把林威明拉到一边。下午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只兔子真撞到咱们婉婉头上了。的确如此，还有那个人参也真不知是从哪跑出来的，就在咱们闺女手里握着，倒是把我吓了一跳呢。那你说咱们婉婉是不是天上仙女下凡啊？天女下凡这种事情，林威明怎么也是不会相信的。想想他闺女的小胳膊小腿，哪家的仙女会这样的呀？你别不信，你看这段时间桩桩件件的事，哪一件不是很神奇？娘亲把婉婉捡回来，可真是捡对了。咱们以后可得跟好好对婉婉，千万不能叫别人给欺负了。媳妇说的是，倘若婉婉当真是天女下凡，那咱们家可得罪不起。
一个村里头是藏不住似的。昨晚上林家吃上了烧肉的事，仅过了一个早上，村里的女人们就已经个个了如指掌。等到柳君兰经过的时候，好些女人都颇为艳羡的说道：“哎呦，我说刘嫂子啊，你儿子又上山打猎了呀？昨天晚上那烧肉的味道可把我馋坏了。”是啊，刘嫂子，你儿子可真有本事，一上山就能去打到肉吃。我们这一年到头都舍不得吃一口，闻着你们家那味道，那真是羡慕的直流口水啊！昨天捡了只兔子，正好烧了，给孩子们补补。不过呀，这还真不是我们家威明去山上打到的，他啥也没弄到，还是婉婉捡了只兔子。我就知道我这孩子肯定是个有福气的。但其他人却不相信他的话，尤其是张翠红，仗着和柳君兰关系不错，便大大咧咧地问出口来：“嫂子，知道你喜欢那闺女，可是她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别说抓兔子了，就是山上也爬不上去啊。别说捡兔子了，那总不能是兔子自动送上来的吧？你们不信就罢了，反正我是把婉婉当成我亲孙女的。”自从婉婉在山里捡到人参，林威明就动不动就抱着婉婉。哼，臭爹爹总是抱着我，我要自己下去玩。爹爹，那个银生啥时候去卖掉呀？好闺女，你说啥时候卖，爹就啥时候去卖。那爹爹真好。此刻的林威明总算知道他老娘为什么非得抱个闺女回来，这小棉袄可真是太温暖了，一点都不漏风。突然外面响起了一阵敲门声，这一声敲门又打破了林家暂时的平静。威明哥，威明哥在家吗？还被恶毒老太婆欺负，4个宠他的哥哥上去就是一顿输出，可被打成鼻青脸肿的老太婆居然还要跪着感谢小女孩，这一切还要从他的儿子说起。威明哥，听我娘说，你昨天上山打了一只大大的兔子，所以我就想问一下，具体是在哪个位置？家里已经实在是没有吃的了。我昨天去的是老槐树那边，我看那边有黄羊和兔子活动的痕迹，你去看看，说不定也能打到。谢谢威明哥，你家闺女真可爱，看得我都想养一个了。叔叔不要去山上哦。婉婉的一句话说出来，杜凡顿时就觉得这小家伙不可爱了，但还是问了一句：为啥不能去？山上危险的，叔叔去了会倒霉呢。而林威明此时一脸的不好意思跟尴尬。威明哥，没事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等到杜凡走后，林威明说道：婉婉，你以后说话可不能那么直白了，他也有他的难处。刚才的对话，雪芙在厨房全部听到了，走过来说道：婉婉这么说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婉婉告诉娘，你为啥觉得她会倒霉？叔叔的头顶黑黑的，会倒霉。对于3岁小奶娃说的话，雪芙也不知道真假，倒是没太放在心上。好，婉婉去跟哥哥们玩去吧。哼，你们都不信，那就算了吧。雪芙和林威明夫妻2人没忍住被他逗笑，没想到闺女生气时这么可爱。第2天，杜凡家中，我苦命的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年纪轻轻就去了呢？你留下我这么个老不死的，还有你媳妇孤儿寡母，这以后日子可怎么活呀？杜凡娘，杜凡只是摔断了腿，人没事，好好养养就可以了。摔断了腿还得需要粮食养啊，让我儿活受罪，还不如死了呢。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在场的所有人听了这话，心里顿时觉得杜凡有这样一个娘是真可怜。我苦命的儿啊，怎么别人上山就能打到那么大只的兔子，你上山就断了自己的腿？这总不可能是我们家倒霉吧？娘，您就别瞎说了，这只是我不小心摔的，还是多亏了各位乡亲把我抬回来，才能保住这条命。威明哥，帮我谢谢你家闺女，要是我早听她的劝就好了。没事没事，我闺女啊就是聪明，比我家几个儿子都聪明呢。说完，林威明高高兴兴的走了，但是杜老太却喋喋羞羞不停。是不是他们家说了啥话骗了你？我早就猜出来了，怎么他们到山上就一点事没有，偏偏到你上山的时候就把腿给摔成这个样子？娘，都跟你说了，没这回事儿，我只是去问威明哥，他家的兔子在哪里打的，他好心告诉了我，正好他家闺女告诉我说上山会有危险，可我自己不信，才遇见了这事儿。您就别找人胡说八道了。那小丫头片子能知道个啥？恐怕就是他个乌鸦嘴，瞎说话才诅咒了你。林威明回到家里，雪芙就过来问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大堆人就竖起耳朵的等着听。杜凡人已经回来了，在山上追黄羊的时候摔断了腿，人倒是没什么大碍，不过还真是叫婉婉给说中了，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也得叫婉婉给我好好看看。婉婉，你真能看出来别人倒不倒霉？是呢，娘。雪芙脸上又惊又喜，望着林婉月，闺女能有这样的本事，肯定绝非凡人。很快，几兄弟一下就围在一起，你一句我一句的问了起来。妹妹，那以后我们出门的时候也要让你看看。妹妹，你快帮我看看，我以后能不能中举人当大官？妹妹，你帮我看看我额头上是不是也有点黑印？没有呀，蝈蝈们都挺好的呢。几兄妹在一起，别提多开心了。大哥，
村口那里很多蚂蚁窝，我们带妹妹去捅蚂蚁窝吧。那蚂蚁蛋酸溜溜，不给妹妹吃。哎，臭三哥，我才不吃蚂蚁蛋蛋，从来没听过这个还能吃。4兄弟当中，就属三哥脑子是最灵活的，什么古灵精怪的东西都能想出来。好吧，妹妹，走，今天大哥带你们去玩，捅蚂蚁窝去，好不好？好呢，大哥。说完，5个人高高兴兴的出门去了。昨天村里还在议论老林家吃肉的事，今天就在议论杜家儿子摔断腿的事。由于家里的唯一劳动力摔断了腿，杜老太无奈地背起竹篓子去挖野菜。刚好经过村口的时候，看见林家的5个孩子在那里玩，心里就很不舒服。丧门星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灾星下凡，咒了我家儿子，你们倒是乐呵了。我呸！这一番话刚好兄妹几个人都听到了。林中原作为大哥率先发难：杜奶奶，您这是在放什么屁？我放屁？我看你们全家才放屁呢，也真不知道是瞎了谁的狗眼，捡回个这么丧门星的乌鸦嘴。要不是他，我儿子能摔断腿吗？杜老太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么多人上山打猎，但除了杜凡，这么多年没听说过谁受过这么重的伤。一想到儿子摔了腿，以后家里没人干活，杜老太看向林婉月的目光就像是淬了毒药，如同看着自己的仇敌一般。老二，有人欺负咱妹妹，你说该咋办？哥，能打吗？大哥，打吧。他骂妹妹骂得这么难听，要是给奶奶知道了，咱们不护着妹妹，肯定会被奶奶揍的。没错，咱们一块上，肯定不能让这个臭不要脸的欺负咱妹妹，要不然妹妹捡回来的鸡蛋跟兔子我们都白吃了。那好，打！4兄弟一合计，就一起冲向了杜老太。哼，让你骂我妹妹，揍死你！老东西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，还敢不敢了？哎呦呦，你们这4个臭小子，连我个老太婆都敢打了！好一会，几个人才停下来。杜老太被揍得一头的包。杜奶奶，你细不细晚上睡不着，还总做噩梦，腰酸背痛，出门还经常踩狗屎呀？杜老太听见林婉月的话，先是一愣。今天出门的时候，她还的确踩到了一坨狗屎。这死丫头，难不成还真有几分本事，连这都知道？出门踩狗屎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所有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。杜老太咬牙切齿，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，她只能屁颠屁颠跑回家。吃过午饭后，几兄妹在一起玩着，突然杜老太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林家院子里。刚好雪芙看见了。杜婶子，你来我们家有啥事吗？我没事，就是听说你们家那捡回来的小丫头好像还挺厉害的，我过来问她点事儿，就是不知道人在不在家。我家婉婉在家玩。还每出一次门就可以收服一只厉鬼，而这一次他只简单的问了恶毒的老太太一句话，就成功的收服到一只倒霉鬼。你细不细每次出门都会踩到狗屎呀？是，小神仙，我出门踩狗屎您都知道，小神仙您帮帮我们家吧，要不然我们一家4口都得饿死了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是要去你家里看看才知道。好，小神仙，我带您去。妹妹，我们陪你去吧，万一他要是欺负你，我们就揍他。看着先前还骂天骂地的杜老太，此时毕恭毕敬的像个老奴才，4兄弟也莫名觉得爽到了。你们几个可别光顾着玩，不管啥事得先把妹妹护在后头，别叫人把妹妹给欺负了。放心吧娘，我们会保护好妹妹的。杜家位于村东头的位置，却不知为何别人家都是面朝着东边，他们家却是坐西朝北。还没进门，林婉月就先皱起了眉头。走进屋子里，林婉月就觉得更不舒服了。屋子里面乱七八糟，而且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什么味道。小神仙，我这屋子没啥问题吧？太脏了，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在屋子里啊？而且还这么臭。就是啊，真臭啊。都是我那个儿媳妇跟懒鬼一样，屋子也不知道收拾，一天天的她倒是享福，我一个老婆子腰酸背痛，哪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儿？等到林婉月走到杜老太住的房间的时候，她总算是知道为什么了。一只倒霉鬼睡在杜老太的房间，正在呼呼大睡。杜家倒霉多年，和这只倒霉鬼脱不了干系。倒霉鬼原本是睡得正香，但听见了刚才他们说话的声音，醒了过来。哟，这小孩儿该不是瞎的吧？眼珠子咋盯着我一转不转呢？倒霉鬼跳起来，蹲到了林婉月面前，还伸手搓了搓她的脸蛋。用桃树做成桃木剑，能杀了他。杀了谁？倒霉鬼呀！你的房间有一只倒霉鬼呢。你这小娃娃居然能看得到我！倒霉鬼吓了一下子，又跳回了床上，躲到被子里。真的呀，我家就有桃树，我现在就去叫我媳妇砍了来，做成桃木剑。听到这里，倒霉鬼忍不住了，一下从被子里跳出来。我走还不行吗？别杀我！倒霉鬼动作迅速，一下就消失不见了，不敢再继续待在杜家。这小娃娃能看得见自己的真身也就罢了，居然还知道用桃木剑。哼，
算你走得快，下次再赶来试试。杜奶奶，没事了，你们家慢慢会好的。下次要是还有什么不舒服的事，你就再找我。不过你以后不能再骂人了，要多积德行善。好好好，真是太谢谢小神仙了。林婉月从杜老太那里回来，由于她家里味道太重，就洗了个澡，突然一道黑影一闪而过，停在半空中。你怎么跑我家来呢？我没地方去了。你既然吸鬼，就该去投胎吗？老在人间做什么？投胎再做个人不好吗？我也想跟其他鬼一样，和黑白无常一块儿去地府投胎，但是他们都嫌我太倒霉，我去排队永远都排不上。不是孟婆那出问题，就是投胎通道有问题，后面就不肯让我去了。这得是有多倒霉，连地府都嫌弃了。你使了多少年呐？也没多久吧，其实我也没有仔细数过，大概不到2000年吧。你不能待在这里。别，我觉得你家还挺好的。你吸倒霉鬼，你会让我的家人倒霉的。我也只是想有个家待着而已，只要不赶我走，你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林婉月想了一会，开口说道：你跟着我可以，但是要绝对听我的话，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我相信你知道我的厉害的。那以后这里也就是我家了。他流浪了这么多年，早就不知道有家的滋味。可以，但吸不能害人，尤其是我的家人，离我的家人远一点。放心，这里既然是我家，那他们也就是我的亲人。那你有名字呢？名字我不知道，我早就忘记了我叫什么名字了。好，那以后你就叫来福吧。好，这名字真好听，倒霉鬼。不，现在应该叫来福了。婉婉，你洗完了没有？吃饭了。洗好了，娘。吃过饭，林威明就抱着林婉月。爹爹，明天我们去城里卖人参好不好呀？好，等我去的时候就带着婉婉一起去，给你买冰糖葫芦吃好不好呀？爹爹真好。你家真好。不对，现在已经是我家了，我家真好。你这鬼脸皮子可真厚。或许是因为太久没有人跟他说话了，这个鬼唧唧咋一大堆的话，可婉婉却是一脸的嫌弃。我要去玩泥巴了，你不许再吵闹。玩泥巴？你这么厉害，居然还要去玩泥巴？对，可好玩了，还能盖房子。3锅4锅在那里养了2只猪猪，不能让别人抢去。而村口情报中心处，今天议论的话题还是杜老太，只不过今天说的是他家里的倒霉鬼的事情。林家捡回去的那小丫头骗子，该不会真有一些本事吧？一个小丫头而已，能有什么本事？杜凡他娘是个什么性格，你们还不了解？一点点小事就要夸大了说，而且到处宣传。此话一出，便立刻引来不少人的反对。可是之前王大柱他们家也是这么说的，也都是说那小丫头有些本事。现在杜凡家也这么说，那总不可能是他们2家串通了，偏要来夸这个小丫头骗子吧？难不成这小丫头还真是个宝？张翠红还是有些不信，你们说的都是个啥呀？那小丫头是我和刘嫂子一起看见的，长得是挺好看，可一个赔钱货而已，能有什么本事？你们就会瞎扯淡。